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查到线索了吗？是查到了一些魏家村的旧事，不过牵扯甚广，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。是和你寄回来的火油罐碎片有关吗？你是回高阳查千机燃血野，怎么会扯上魏家村？我在谢家的药库里，并没有找到千机燃血野，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，谢三在用一种药吊着一个小孩的命。小孩，阿响。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阿响的藏身之地，不过我相信阿响一定还活着。谢三之所以将他藏起来，也定是与当年的那场火灾有关。以前只求马革裹尸，一时痛快，现在只想活得更长，护一人周全。那人是谁啊？谢将军，不妨说清楚。你可会骗我？不会，阿昭，岳神在上，永远不会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再独自涉险去和邓一周旋。有日上朝，我自会去找。长公主屡屡干政，实乃后宫之计。臣恳请长公主退居公主府，永不再涉朝堂。末将谢燕来，参见陛下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臣愿立军令状，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殿下不可！朔漠若因此举兵，边疆必乱，不能再打了。莫夫之见，若能取其王首，不正是扬我国威之时？不准了！谢将军即日起镇守云中郡，领魏将军印。爹，你睡了吗？我回来了。
知道了，还没睡，等着你呢。爹，你猜猜我带什么回来了？新征的娘子抓到奸细了。我带回来一只兔子。这厉害，不是阿九抓来给你的吧？不是他，阿爹。你看，这个小兔子啊，跟雪团一样。兔子会咬人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小时候被咬过，哭3天。有吗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。过去的事儿，你都不记得了。你小时候啊，可不一般。刚出世的时候，满屋红光，一个算命先生路过，顿时大吃一惊，指着说：“天降祥瑞。”是吗？阿爹莫不是又去街上偷听茶馆讲书了？那后面还说了什么呀？是这小女抓周的时候，一把攥住了边郡的胡夫。刚年方5岁，就带着府里的小厮丫鬟，用扫帚当长枪，用棺盖当盾牌，硬是把厨房里的蒸笼堆成了敌城，还寻人排兵布阵，最后把老管家3个下蛋的老母鸡给俘虏了。我可不记得我有这般威风。你可是威风了，老管家可哭了2宿啊。阿爹，你写给我的那首贺诗，我很喜欢，我再读给你听听吧。明珠韵读，蒙尘久故，岂不尔思？历此风骨，精佩久也，光生万丈。赫赫明明，照比四方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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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意，决意！5年前我离开时，阿爹还能挽弓射箭，他究竟是何时病的？不敢欺瞒娘子，将军近2年的身子骨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其实没有生辰里的血家，结局都一样。毒已经下了整整3年，是你亲自送来索命，来往于楚都和云中，1月又1月。楚灵是一定要死的，不但死在姑的刀下，也死在女儿的小心里。不可能！上一世明明是我婚后
那有毒的沙枣膏才送到父亲这里。这一世没有了沙枣膏，阿爹为何还会如此？将军身体异常，你可知是何缘故？老朽也不清楚是何缘故。待我再去给将军熬服提神补气的汤药来。你在我阿爹身边5年，可知他近来为何身体衰败如此之快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重来一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对你而言，有所不同。可是该有的遗憾，还是会有。草木枯荣皆有定数，更何况是人。将军一生护佑边郡，得万人敬仰。如今就算离开，也有爱女相送，兄弟陪伴。或许他并没有那般痛苦。就算将军真的纵马黄泉，但他对你的爱并不会因此而消散。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，他不该是这样的。他斩敌手于边境，护百姓于边关。他做了一个将军所有该做的事。20万将士的性命，万千大楚百姓的安宁。你还要让他做什么？我要他活着，我要他活着，要他叫我臭丫头，我要让他陪我做沙枣糕，要他教我骑马射箭，我还要弥补他关于女儿所有的一切。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，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魏将军英灵。怎么了，姑姑？初恋，初恋快不行了。姑姑，您要去见他吗？阿九，你说人死之前会想什么？未说完的话，未赴的约，或者未了结的心愿。我阿爹的心愿会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那就等他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
不要再这样的折磨自己了。阿成，你现在这样一副做错事的样子，你阿爹他不会喜欢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才让我又走到了这个结局。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努力，我明明什么都尝试过了，为什么我阿爹还是要离开我？阿成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做什么才能救我阿爹？味道还是淡了些。你阿爹吃不得猪鱼粉，他现在的身子受不住。葛大婶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我是你阿爹的故人，来送他最后一程。你到底是谁？故人？什么样的故人会连阿爹忌口什么都记得？他的身手不似寻常山匪。望城之战时，他使双刀的手法不一般。苍木寨匪首木棉红，善使双弯刀。天书初年被我阿爹率兵清剿，跳崖自尽。难道他就是木棉红？将军，这是府上新来的侍婢，不会说话，但熬药煮汤是把好手。又老了。谢谢。你就那么确信，萧南王会安分守己？他不敢动，至少现在不敢。方才在王府，你说谢艳芳一定会落子，
你似乎了解每一个人。不是了解，是谋算。就像下棋需要预判对手10步以外的棋路一样，我只是算得比旁人更远一点。他说的不错。什么？谢三与我确实不同。他对你也确实更有助力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7岁时，谢家祠堂最高处。那时，我开始模仿他的一举一动，模仿他的言行举止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得和他一样，哪怕是成为他的影子。看着我，你记住，阿九，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可你曾那样的夸奖他，你曾那么坚定不移的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。阿昭，我知道这样说不对，但我十分妒忌他，甚至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。或许这样，我能多帮助你一些。我说过，你不是谁的影子，你也不需要像他。傅九也好，谢燕来也罢，你是你自己。我自己。我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期待的存在，包括我的爹娘。你爹娘骗你，但他们心里还爱你。我爹恨我，我娘怨我，甚至连我的兄长都算计我。但你还有我，被至亲所骗是剜心之痛，但若因此质疑眼前人，才是正中了他人下怀。对不起。相爱不相依，白首如初见。那千机燃血饮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当时临行前谢三给我的。他告诉我，千机燃血饮是谢家嫡系子弟才可以接触到的秘药，在生死关头可以保命。我当时非常相信他，也没有怀疑这个药的作用。轩辕放不会跟我说实话，我要回高阳查清楚。现在？不错。你先回楚都，等我查完以后，立刻回去找你。等我回来。这局你有几成把握？萧轩可以死，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我都知道
但是再等等看。到底在等什么？在等谢三，等他带阿宇御驾亲征的消息。你倒是信他。哼，连隔空联手都做得那么有默契。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懂我这步棋。他不只懂你，他懂天下所有人。这谢三能得到长公主的信任，倒是让人不意外。阿九，你这语气，莫不是……我只是提醒你，谢三此人最擅长黄雀在后。他此番这样帮助你，定是另有居心。那又何妨？我可不稀罕谢三公子的真心。王爷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。不过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赢了？萧玄被抓，他的命在我们手里。本王有一妻，妾三，共生养了7个子女。所以王爷的意思是，这个儿子的死活无关紧要了。阿寻他很孝顺，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，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，和他泉下相伴呢？你敢？果然，天家无父子。殿下不也是在宫变中踩着鲜血才登上长公主的位置吗？怎么你天真的以为你抓了阿寻，本王就能投鼠忌器？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，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。你以为本宫抓萧寻是为了要挟你？本宫是要让你知道，我能随时取他首级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本宫会让你消失王府，连挑枯坟的野狗都不是。萧红，只要本宫活着一日，萧南就休想染指皇位。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就替人做了嫁衣，你甘心吗？我只知道，王爷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。长公主体恤王爷，特意为王爷准备了降书，只要王爷盖了大印，即刻发王储。本王为了平息本次叛乱，连世子都交出去了，你又能给我什么呢？镇国王的称号，王爷以为如何？